10月3日，星际访客3I 阿特拉斯飞掠火星。本该是航天圈神仙打架晒成果的时候，结果却一片死寂。欧洲航天局于10月7日打破沉默，发布首批由 ExoMars 和火星快车号拍摄到的3I 阿特拉斯影像，让剩余机构的信息空白更显刺眼。目前，美国宇航局仍宣称因10月1日政府停摆，导致新闻运作停滞，通讯渠道冻结，其外联团队无法正常工作。但最让人意外的是咱们中国的沉默。自2021年天问1号进入火星轨道以来，已经对外发布了超过1.4万张火星图像，而且通常都是拍摄后的几天内就公开，从没拖过。可这次面对3I 阿特拉斯飞掠，天问1号却毫无动静。我国国家航天局没发表任何声明，官方媒体也没提及此事，甚至没公开承认过这次星际相遇的存在。明明是该产出大量图像和数据的关键时刻，信息的缺失反倒成了最引人关注的焦点。正常情况下，这种星际访客近距离飞掠火星的事，绝对是全球航天实力的展示舞台。你看，参与观测的阵容有多强？美国的火星勘测轨道飞行器，欧洲航天局的火星快车号 ExoMars 探测器，阿联酋的希望号火星探测器，再加上咱们的天问1号。5台搭载高分辨率观测设备的探测器早就对准了3I 阿特拉斯，就为了捕捉这颗太阳系外来访客的身影。这种配置几百年都难遇一次，本该拿到海量数据，帮人类搞懂星际物体的起源和构成。可现实却是，所有主要航天国家都默契地闭了嘴。这种集体沉默本身就透着古怪。NASA 的政府停摆借口好歹有书面公告，可这理由解释不了其他国家的沉默啊。咱们中国的航天任务控制系统跟西方完全独立。以前 NASA 遇到技术故障或政策问题时，咱们常常用天问1号的新观测成果打破僵局，既展示实力，也给公众传递航天进展。这次却跟 NASA 一样选择不发声，这跟天问1号以往的风格完全对不上。要知道，天问1号不只是个科学探测器，每一张火星照片，每一次数据发布，都是咱们航天技术实力的直观展示。如果这次只是拍到普通彗星，比如形状不规则、表面布满尘埃的常见形态，发出来既能凸显咱们的观测能力，还能间接暴露美国的官僚问题，可咱们偏没这么做。这不禁让人猜测，难道这次天问1号拍到的数据里藏着不能随便公开的东西？其实早在3I 阿特拉斯靠近火星之前，天文学家就发现它不对劲，全是没法用自然现象解释的异常特征。咱们一条一条看。它身上二氧化碳和水的比例居然是8:1，这跟现有科学模型里冰体、天体的成分比例完全对不上，偏差大到直接挑战现有理论。通过光谱分析发现，它的镍元素含量特别高，可按照恒星化学规律，镍元素通常会和铁元素伴生，可3I 阿特拉斯上几乎没检测到铁元素。这种元素失衡在已知星际物体里从未出现过。明明能观测到它表面有蒸汽喷射的活动迹象，却几乎没测出非重力加速度。简单说就是，它喷出来的蒸汽没像普通彗星那样推着自己改变飞行路线，就像有某种力量在稳定它的轨迹，还有它的飞行轨道，居然精准地靠近金星、火星、木星这3颗行星，还借助这3颗行星的引力完成了引力弹弓变轨。统计模型算出来，这种轨迹自然形成的概率不到0.005%，比中彩票头奖的概率还低。它的质量也反常得离谱，跟它亮度差不多的星际物体，质量比它小10万倍。这意味着它的密度可能远超普通岩石或冰块。它表面反射阳光的方式跟人类观测过的所有彗星、小行星都不一样，说明它的表面材质可能是我们从未见过的物质。普通彗星都有双原子碳排放的特征，3I 阿特拉斯却没有。而且通过同位素测算，它的年龄在70亿到140亿年之间。要知道，太阳系的年龄才46亿年，它比太阳系还古老1倍多。这些特征加起来，3I 阿特拉斯根本不像一块随机飘来的岩石碎片，反倒像被特意设计或刻意留存下来的东西。更让人惊讶的是，最近有多家科研机构用统计模型对已有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算出它是人造物体的概率因子居然高达10的28次方，这意味着它是人造的可能性远大于自然形成的可能性。当然，科学家们没敢直接下结论，毕竟这事儿太大了，得保持专业谨慎。但这些数据摆出来，谁也没法忽略它的指向性。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它是不是人造的，而在于拥有观测数据的航天机构为啥全都不肯公布数据。翻翻航天史，其实能找到点参考资料。2017年那颗叫奥陌陌的星际物体掠过太阳系时，观测数据也延迟了几周才公布。当时科学家们吵了好久，它的加速是因为冰喷流，还是有别的原因？甚至有人猜是不是外星推进器，最后也没得出明确结论。但那次只是数据延迟，这次却是全球集体沉默，而且现在有5台探测器同步观测，还有多重数据备份系统，信息不该这么缺啊！更反常的是，在行星科学领域，敌对国家的航天机构一起闭嘴，几乎是前所未有的事。以前大家都抢着第一个发成果，毕竟数据发布既关乎科研透明度，更关乎国家航天声誉。现在却都用还在审查中、等待进一步分析、暂时没有评论这种模糊话术应付。这背后要是没私下沟通，没提前商量好统一口径，实在说不通。有人说，这可能是在遵守搜寻地外文明计划 SET 的老规矩。几十年前，科学界就针对可能发现外星文明痕迹的情况制定了协议。遇到这类潜在发现，得先让多个独立来源验证数据达成共识后再公开，不能单方面宣布，避免引起公众恐慌或误判。如果真是这样，那人类现在可能正处在发现了疑似线索和正式对外宣告之间的停顿期，不是不想说，是还没确认清楚，不敢随便说。当然，也有一些常规解释，比如探测器仪器临时故障，数据需要复杂校准，图像质量太差没科研价值。可这些理由没法解释全球集体沉默啊！尤其是咱们中国航天，以前向来是先公布成果，再深入分析，从不等国际验证。比如天问1号拍的火星高清照片，祝融号火星车的行驶视频，都是第一时间对外发布。这次却反常的不发声，这更像是信息被刻意隐瞒，而不是数据没准备好。那为啥要隐瞒？或许答案就藏在观测图像里。如果只是拍到模糊的光点发出来也没什么，可如果拍到了清晰的结构化特征，比如规则的几何形状、对称的反射面，或者它的旋转方式不符合自然天体的规律，那麻烦就大了。这会从对彗星的好奇瞬间变成对地球安全的担忧。其实政府怕的可能不是3I 阿特拉斯本身，而是它背后的意义。一旦证明宇宙中存在能制造、导航、观测星际物体的文明，整个人类的世界观、文明认知都会被彻底改写，甚至可能引发社会层面的动荡。所以，现在最可能的情况是，各国航天机构都在私下里忙着核实数据，排除仪器误差，模拟各种可能性，对比不同探测器的观测结果，同时还在协调联合声明，想统一对这件事的解读口径。咱们普通人能看到的只会是最终的共识结果，是在恐惧、怀疑和官僚争论都平息之后，精心打磨过的公开信息。在这之前，沉默就是他们唯一的选择。还有一种猜测，这种沉默不是为了隐藏发现，而是为了掩盖失败。比如所有探测器都没拍到有用数据，怕丢人才集体不吭声，但这种解释根本站不住脚。5台探测器都搭载了高分辨率观测设备，而且来自不同国家，采用不同技术路线，同时出现故障的概率，从统计学角度看几乎为0。更何况，就算只有部分数据或者数据质量不高，航天机构通常也会公布，一来是维持科研透明度，二来是避免公众过度猜测。这次却连数据无效的声明都没有。这种彻底的空白，比有数据不公布更让人不安。要知道，科学上的沉默本身就很罕见。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这种沉默更像是有意为之。在历史上，这种集体缄默往往是重大发现前的停顿信号。现在3I 阿特拉斯的故事，已经不是我们发现了什么，而是我们不知道什么，不知道它的真实身份，不知道它的目的，不知道航天机构隐瞒的到底是数据还是结论。
目前，3I 阿特拉斯已经掠过火星，正在以每秒约68公里的速度向外太阳系飞去，对人类的猜测毫不在意。它正慢慢退回到星际空间的寒冷、寂静与黑暗中，变成一个微弱不闪烁的光点。不管我们的政治博弈、民族骄傲，还是对未知的恐慌，都影响不到它。它的秘密被锁在加密的数据流里，藏在各国的航天实验室和闭门会议中，没人敢轻易解锁，更没人敢对外公布。但有一个事实是无可争议的：3I 阿特拉斯完成了几十年外交努力都没做到的事。它迫使地球上最强大的几个航天机构达成了一份不同寻常的默契。这种跨越国界、语言和意识形态的同步沉默，本身就是一件足以载入史册的事。如果这种沉默只是出于谨慎，那或许过不了多久，我们就能松一口气。各国会陆续公布观测图像，可能只是一颗表面布满尘埃、形状不规则的普通彗星，只是另一个太阳系的冰冻碎片，古老但自然。到时候，沉默会被科学论文、新闻发布会和安心的讨论取代。这件事会慢慢变成航天史上的小插曲。可如果这种沉默持续下去，几天变成几周，几周变成几个月，还是没有任何图像或声明出现，那后果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沉默既能保护信息，也能隔绝信息。它可能意味着航天机构发现的东西根本没法用现有科学理论解释，没法给它分类，甚至没法让公众相信它的存在。到时候没有答案，只有越来越多的疑问。我们忍不住会想，探测器到底拍到了什么？是具有结构化、几何化、机械化特征的人造物吗？是违背已知物理学规律的蒸汽排放或运动模式吗？还是只是某种挑战我们自然认知的全新天体？沉默的时间越长，这些疑问就越会在人们心里发酵，滋生出更多猜测。但不管怎么说，3I 阿特拉斯已经改变了发现的定义。几代人以来，我们总把第一次接触外星文明想象成一场轰轰烈烈的奇观，可能是来自宇宙的神秘信号，可能是外星飞船的着陆，可能是向全球直播的启示时刻。可现在才发现，真正的发现可能会悄然到来，裹着秘密和犹豫，藏在航天机构的沉默里。它的重要性不是由公布的内容决定的，而是由隐藏的内容衡量的。那颗来自另一颗恒星的物体还在黑暗中继续前行，它跨越了几十光年甚至几百光年的距离来到太阳系，现在又要退回那片神秘的星际空间。陪着它的只有轨道飞行器发出的安静嗡嗡声。他们看到了一些东西，只是我们还没准备好知道。最后想跟大家聊两句心里话，宇宙的奥秘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有时候没答案比有答案更有意义。3I 阿特拉斯的沉默是在提醒我们，面对浩瀚宇宙，人类既要敢探索，也要懂敬畏。我们对宇宙的认知就像大海里的一滴水，还有太多未知等着揭开。你们觉得这颗星际访客到底是自然形成的还是人造的？评论区聊聊你们的看法。后续有新消息，我第一时间跟大家同步。